这个从东到西，我想都可以把你围起来，或者是说呢，从这个水下、水面、空中，包括我们地面上的这些导弹，也可以把你这个罩起来。所以，那你这样的威胁，或者说你这样的能力啊，如果说打个小岛、打个礁，那还可以。但是你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那你这个编队是要被别人包饺子的呀。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啊。在这个我们欢度国庆佳节的时候啊，在我们南海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这些情况。什么不和谐呢？就是美国、英国把他们的航空母舰派到了南海，当然是在菲律宾海这个方向还有纠集了，比如说澳大利亚呀、日本呐、荷兰呐这样一些国家这个也是搞成一个小军事同盟，在这里搞演习。当然这种演习他们说的是要维护地区的安全，维护就是南海的稳定，要显示就是在南海航行的自由的权利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演习做出一些分析和判断。第一，南海的局势现在乱了吗？就是不安定了吗？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南海的问题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国家来解决，来就是维护。而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英国，你们哪个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包括澳大利亚、荷兰、日本，你们都离南海远着呢。所以你们一些域外的国家，把自己的大型的作战舰艇、先进的作战舰艇都开到这里，搞什么军事演习？所以你能说是维护南海的安全和稳定吗？那这个就不言而喻。显然，他们的企图是要用这些先进的大型的作战平台，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对他这个演习目的要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不是为了维护南海的这个和平和稳定，而是想在这里兴风作浪。第二点呢，我们就是看它的装备数量。当然，作为美国，它是希望把2艘航空母舰都开过来了。然后呢，英国当然它是最好的航空母舰，就伊丽莎白女王号那么它也开过来了当然日本也是加入还有澳大利亚、荷兰呢也是来凑数了，我认为那么这样的兵力在南海，他们演习什么呢？无非就是演习发现就是这个海上目标、空中目标或者水下的目标，发现之后呢认为是对他们这个编队的威胁，然后进行这种打击这样就保证了他们的所谓航行自由其实就是即使他们是航母编队，即使他们是大型的水面舰艇从南海正常的通行或者航行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因为南海它毕竟这个海域很宽，水深也很深，那么大型的编队从这里过呢，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呢，他们如果拿着这些舰艇到南海来挑事儿，来兴风作浪，那他就打错算盘了。因为我们讲在南海的周边我们无论是海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都有我们的守卫的岛礁的这些官兵那这就等于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些航母编队来了比如说在南海这个区域里边，如果你向我挑衅，如果你想用军事手段威胁我或打击我，那就没门了。因为什么呢？你是处于一个四面的包围之中因为南边这个南海的岛礁，它上面有相应的这些舰艇、飞机，有相应的这些导弹。那从这个北边这边呢，我们有海南岛，我们有西沙群岛，我们还有大陆上的这些装备。那无论是潜艇、水面舰艇、飞机、导弹，都可以对你的这个在南海区域里边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你看，起码是一个南北夹击了吧？那我们再讲东西方向，那我们的海域很宽那这个从东到西，我想都可以把你围起来，或者是说呢，从这个水下、水面、空中，包括我们地面上的这些导弹，也可以把你这个罩起来。所以那
你这样的威胁，或者说你这样的能力啊，如果说打个小岛、打个礁，那还可以。但是你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那你这个编队是要被别人包饺子的呀，因为别人的这个武器弹药是可以及时补充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武器弹药，它可以及时的补充啊，无论是对岛礁上的还是大陆上的。但是你这个编队，它怎么补充啊？它都不是周边的国家，它在这个南海这个上面，那带了多少弹药，那就用多少弹药；那有多少油料就用多少油料，而且你还要全方位的来进行防御，因为水下有打你的潜艇，水面有打你的舰艇，空中有攻击你的飞机，而且这个飞机呢，它出去之后啊，就是打完你，它又回来，其他的飞机又过去了，而你的飞机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你的飞机只能在航空母舰上起降，在其他的舰艇上没法起降，所以你是以弱打强，以少打多。那这样的话，你想拿这样一个演习来威胁中国或者恐吓中国，这个恐怕就根本做不到了吧？无非就是摆在这里，给南海周边的国家看一看，你看我在这里有军事部署，我在这里啊，好像有很大的军力，但实际上你能待多久啊？你能支撑多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分析呢，就可以明确的说出，就是你这个航母编队啊，实际上也就是做做样子，吓唬人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